充满荆棘的路上，充满未知方向，粉碎摧毁那虚伪幻想，逐渐付出真相，热血才有力量。现实的伪装制造很多假象，永恒不变是坚守炙热的信念，拨开乌云的天空，融化寒冷冰霜，信念给我力量，冲破迷雾的坚强，撕下伪装的面具，为沉默一个结局。不管真相有多锋利，不畏惧，只顾为正义延续。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通过我们对蓝天高尔夫球场俱乐部的暗访，我们得知疑犯的名字叫牡丹，在俱乐部当过球童。至于牡丹这个名字呢，是真名还是化名，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去确认。我们得知疑犯已经辞职消失了一段时间，与顾伟民消失的时间到现在刚好可以吻合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，据说牡丹身边有一个像鬼影一样的男人，只要有人想要真正的去亲近牡丹，他就会用非常危险的办法去阻止。再次尸检得出李大柱的死亡是由一名男性造成的，凶犯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发，造成头皮帽状腱膜下血肿，另一只手拿刀割喉。他俩找来李大柱焊好铁笼后，将其制服。顾伟民上钩之后，又在铁笼前将李大柱割喉，一方面是为了灭口，另一方面可以逼顾伟民说出银行卡密码。我们了解到牡丹呢比较离群所居，平时呢不跟他们怎么交往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还是卡在这个女人身上。如果我们不掌握她的真实面孔、真实信息，上哪儿找这个牡丹呢？谁呀？有您的快递。你记错了吧？寄给何亮先生的。是一个女士寄的。女士？什么名字？
丹丹，你谁啊？又一个女受害者被画上了脸谱画像。命案发生在一座公寓楼里，局里早上7点钟接到的报案，大宝和张彪已经先过去了。
受害人呢？在卧室。受害者脸上跟赵雅玲案一样，也画着同样的青衣脸谱。那家伙又作案了。你这个虚伪的女人，我掐死你！秦法爷，浩瀚，你来吧。难道这就是你说的签名行为？先做经斑玉实验。死者下体有挫伤和表皮剥脱痕迹，无明显生活反应，应该是死后受到侵犯。奇怪的是，死者生前刚刚做过处女膜修复手术，有监视行为。经斑反应很微弱，不会跟赵雅玲案一样，又提取不了凶手精液 DNA 吧？从外表来看，死者死于掐颈引起的机械性窒息。掐颈、监视、青衣脸谱，所有的作案特征都对上了。难道又跟上次一样，现场又没留下凶手的任何线索吗？刚刚地上有血迹，死者明显就是被掐死的，床上都没有血迹，地上怎么会有血迹？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？从滴落量来看，凶手受伤不轻。窗户上有什么痕迹吗？窗户有攀爬的痕迹，但目前没有提取到完整的脚印。凶手可能从窗户跑了，外面怎么样？现场有过搏击的痕迹，估计死者生前有过激烈的反抗。除了颈部的掐痕，并没有明显的搏斗伤，也没有血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很喜欢穿白色衣服。这个白衣女子住进来之后，便发生了怪事。刘大爷经常听到楼道里有哭声，还夹杂点唱戏的声音。唱戏？你化妆成这样是要干嘛去啊？老师去前面戏院练个戏。难道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牡丹？要等验明了死者身份才能确定。秦法医、林登，你们快过来看呐！脚印提取到了吗？提取到了，一组42码，一组43码，2组。的确，这是2个男人留下的脚印。从前后顺序和混乱程度来看，甚至发生了扭打或者追逐。绿化带上的草坪有碾压的痕迹，很多草茎断裂了，应该是在追逐扭打过程中有人摔倒在地。很显然，房间里的激烈搏斗不是发生在凶手和被害人之间，更有可能是发生在这2个男人之间。你是说，凶手先掐死了受害者，然后屋子里又进来一个人，他们先在屋子里产生了扭打，之后又一路扭打到了窗外？有这个可能。那这3个人究竟什么关系呢？如果受害人真的是牡丹呢？你是说另外一个人，就是那个跟在牡丹身后像鬼影一样的男人？死者为女性，年龄20到22之间，死于机械性窒息。颈部掐痕的指纹采集出来了吗？采集了，但是检验不出 DNA。凶手是在掐死死者后奸尸，但死者的经斑玉实验反应呈弱阳性，同样检验不出经斑 DNA。报案时间是在早上7点，尸僵完全形成，但没有达到最硬状态，尸斑指压褪色，结合尸体温度，初步推定死亡时间是在晚上12点左右。其实单从死者脸上的青衣脸谱，
大家对凶手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了吧？和杀害赵雅玲的是同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个变态连环杀人犯。受害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了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牡丹，真名肖丹丹，也是筒子楼502义乌双杀案的疑凶。肖丹丹，女，21岁，若水市临海区人。发生凶案的公寓，就是肖丹丹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按揭购买的。那又是怎么确认她就是牡丹的？我们拿肖丹丹的身份证照片找球场的经理和球童辨认过了，确认就是她。而且我们拿取款记录的影像特征和死者比对，同样右耳有一排耳钉。杀害赵雅玲的凶手重新作案，偏偏又杀掉了我们正在追查的嫌疑人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？也许连环凶手是按照自己对女性的审美来挑选受害者的。还有别的发现吗？现场有激烈的打斗痕迹，有滴落状的血迹，捡到2组男性的脚印。公寓101室的门锁没有被破坏的迹象。我们调查过监控，在晚上11点左右，有一名男子进入了101公寓楼。这个男的应该是肖丹丹的同伙，我们可不可以假设一下，肖丹丹和这个男的在502大费一番周折之后，并没有拿到顾伟民银行卡里的钱，于是策划了下一起的绑架勒索。可是他这次运气更差，碰上了杀害赵雅玲的凶犯。肖丹丹用残忍的方式害死了顾伟民和李大柱，结果比他更为凶残的凶犯杀了他。目前肖丹丹身亡，2名男性的打斗痕迹只找到了1个男人的监控录像，疑凶的身份不详，下落不明。接下来的调查应该往哪个方向呢？我认为，没有在监控中出现的那个男人，就是凶手。对了，今天早上的报案电话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报案座机机主名叫肖丹丹，座机打出时的位置就是在肖丹丹的公寓，也就是案发现场。杀了人再用受害者的座机报警，他是故意向警方挑衅。他犯下2桩命案，却没有留下指纹、DNA 或者是任何监控下的体貌特征。正常罪犯面对警方会下意识逃避，他却主动跟我们联系，明显是挑衅与犯罪意识强化。我们越慌乱，他就越兴奋。他已经把杀人当成一种与警方情绪与智力的对抗。我说句题外话啊，我非常认同刚才齐明的判断。案子进行到这里，我知道大家都很疲惫，也很焦虑。前面的案子还没有头绪，新的案子还在发生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起。但无论如何，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保持警惕。连环作案标上标记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。所以现在，大家一定要专注、谨慎，早日把这个变态凶手给我揪出来。大宝，尽快查一下肖丹丹在若水有没有亲人朋友。是。李队，我刚刚……你有心结，打开了心结再说吧。你不是会跟死人说话吗？你看这样像不像死人的棺材啊？求我们，求我们，我们就放过你。我不求，给我打！放着，看到嘴硬到什么时候？走。秦明，秦明，秦明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秦明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是我呀？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比他们好吗？不是的，秦明，他们揍你是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。老师，他们为什么喜欢暴力？因为暴力能让他们感觉到心理上的满足，除去这种感觉，暴力就会显得很空洞。是因为你的恐惧让他们快乐，
如果有一天你不害怕了，内心没有恐惧了，他们也就不快乐了，因为他们得不到满足了。明白了吗？肖丹丹父母现在就在弱水，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，感觉他们不是很配合。去看看。都没问题是吧？没有。上车。好。哇，这空气可真好，姐，我们终于可以出龙帆市区转转了。行了，咱们不是去郊游的，是去办案的。唉，2个案子呢，502那个筒子楼双尸案还没破，重要嫌犯居然被连环凶犯给杀了，怎么破呀？你们不要找我们，我没这个孩子。从他离家出走开始，是死是活，都跟我们无关了。他离家之后就没有再跟你们联系过吗？他打过电话回来，也说了，买了房子接我们过去住。我是不会去的，那钱脏，我住不下去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来呢，一是想调查清楚杀害你女儿的凶手，给你们家丹丹一个交代；二呢，是你女儿确实涉嫌一桩绑架杀人案，给我查清楚跟她有关，我们要给别人一个交代；跟她无关呢，我们就还她一个清白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，我不想听。我都说了，这个伤风败俗的东西，我就全当没生养过他。是不是阿姨？我的电话呢，你们也有呢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今天打扰了，走吧。我联系上了肖丹丹的同学，约好了明天见面，看有没有新的线索。肖丹丹之所以这么杀人，就是因为毫无顾忌，没有爹妈管教，就好像踩了一脚西瓜皮，滑到哪儿算哪儿了。所以说，人还是应该有一个软肋，如果没了软肋的话，就会变得心冷如铁。据他父母说，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跟家里联系了。这个肖丹丹能把亲生父母气成这样，太可以了。据他父母的说法，出了家门他就没踏回过一步。够狠啊！孩子狠吧，父母也那么狠。有的父母生孩子就跟玩儿一样，从来不会顾虑孩子的一生是什么样的。有的父母呢，确实很爱自己的孩子，但是那种爱，有的就像是去银行存钱一样，是有利息得还的。有期待是因为不甘平凡吧？我也不想当个平凡人，一想到这儿，感觉自己焦虑症都要犯了。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平凡的人吗？世界上不平凡的人能有几个呀？而且他们大部分都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。有些经历可以成就一个人，有些会毁了一个人。
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被遗弃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太残酷。姐，你都成心理学家了。上大学的时候啊，我学心理学就是为了考试，但是最近呢，我又开始恶补起来了。那我们就顺着肖丹丹的关系网查，一定能查到什么线索。请专家。高3的时候，肖丹丹就经常逃课。他为什么要逃课？高1、高2的时候吧，他成绩挺好的，后来认识了几个社会上的人，经常带他出去玩。然后呢，那些人跟他说，读书啊是又辛苦又没有用，就算你大学毕业出来以后呢，也就是一点点死工资，还不如呀，趁着自己年轻漂亮的时候多赚点钱。对。我记得他有回跟我说，他的朋友跟他说，能让他在25岁之前挣到500万。哎呦我天，也真是敢想。他那是什么朋友啊？就是一帮混混。现在啊，我可算是搞明白了，他们就是拉皮条的，把他们带到夜店里陪酒坐台。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中途要退学吗？有一阵子他说是认识了一个什么大款，可有钱的那种，就他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。后来有天晚上他没有回家，第2天回来他就说他不想上学了，他是主动退的学，估计是被那个大款包养了呗。哎，所以你们知道在这些社会混混里面有没有某1、2个跟他关系特别好，比如说好哥们儿或者是男朋友？哎呀，他哪需要什么男朋友啊，有钱就行。哎呀，高3住校的时候，我跟肖丹丹是一个宿舍的。哎，我记得喜欢他的好像有一个是特别穷的。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……哎，丹丹，怎么不用了？明天我就要去办理退学手续，从此就要跟图书馆说拜拜喽。哎，听说有好多社会上的男生追你。是啊。像档口的苍蝇蚊子一样多，烦死了。那你交到男朋友了没有啊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一个有钱的和一个装修工同时喜欢上你，你选谁啊？我啊，我选先考大学，先把书读完。你呢？我当然选100%听我的。肯为我拼命的。肖丹丹当时最喜欢去的夜店叫什么？我想想，好像叫什么月亮什么的。大宝，黄花。其他证人都查完了吗？问了一圈，大家都知道肖丹丹高3辍学之后在社会上混过一段时间，但是谁都不知道具体是跟什么人。哦，他有一个同学说，肖丹丹在学校办退学手续的时候，他父母去过一次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他下跪，劝他好好读书，但他还是坚持退学了。怎么查了一整天，就是没有查到肖丹丹的案子？反正在我的印象中，咱们局办的案子就没有叫肖丹丹的这个人。大宝。你搜一下“月亮”这2个字。我记得这个案子，的凶手叫何亮，目前还没有归案。有肖丹丹，
作为证人被警察询问过。还真是，这下把老根了啊！可以啊，每次都猜这么准，有技巧的。什么技巧？我特别会猜。关于肖丹丹的背景调查有了重大进展，我们查到1年前有人在若水市月亮湾俱乐部为肖丹丹庆祝生日，结果跟3名混混起了冲突，最终导致一起伤人致死的案件。可算找到你！哎，干嘛呢？你表兄弟什么事儿啊？那个王八蛋！走，放开！吹手下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怎么出去干嘛呀？好，你。老实点！店里一名装修工何亮为了保护肖丹丹，用射钉枪射死了一名混混。让你放开他！你的意思是顾伟民早就认识肖丹丹？是，肖丹丹的询问笔录里有他的记录。当时顾伟民在江河快运若水市分公司当经理，刚开始出来寻花问柳呢，就碰上了肖丹丹。但是冲突过后呢，顾伟民就躲开了。命案发生后呢，何亮潜逃，至今没有归案。肖丹丹命案发生不久后就来到了龙帆市，跟家里说是在外企打工，其实是以邱彤的身份做掩护，继续做钱色交易。502筒子楼的那名帮凶，还有公寓里与连环杀人犯扭打成一团的人，应该就是这个何亮。何亮，男，21岁，若水市临海区人，现为若水市月亮湾俱乐部伤人致死案的在逃通缉犯。出身工薪家庭，13岁时父母离异，他跟着在工厂打工的父亲过日子，挨打是家常便饭。为什么辍学？具体原因不清楚，但是根据若水市公安局的案卷记载，何亮的父亲呢，因为当天酗酒，过失造成了车间火灾，后来被开除了。何亮和肖丹丹是怎么认识的？肖丹丹高3入学那年，在若水市月亮湾俱乐部兼职，何亮在那里干装修。当时顾伟民在江河快运若水市分公司当经理，也常常混迹于此。而且顾伟民还追过肖丹丹。月亮湾俱乐部命案发生之后，肖丹丹跟何亮转到龙帆，顾伟民很可能在蓝天高尔夫俱乐部认出了肖丹丹跟何亮，然后以当年的命案要挟肖丹丹，让他与自己发生性关系。何亮为肖丹丹杀了人，逃到龙帆以后呢，其实也在一直暗中恐吓那些对肖丹丹有想法的人。由此可以推断，他肯定不甘心肖丹丹被顾伟民占有，同时为了灭口，他杀死顾伟民的动机也非常的充分。肖丹丹近半年的经济状况很差，她的公寓是以30%首付付下的，然后每月月供5000。从她的电脑记录显示，她近半年疯狂地参与网上金融交易，结果被割了韭菜，赔了60多万。所以他有非常充分的动机想搞到顾伟民卡里的钱，但是失败了。密码又错了，难道你想吃一辈子狗粮吗？顾伟民，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何必呢？别说啊，这狗吃的东西挺好吃。我又不傻，我把钱给你了，你就放我？也辛苦你了，一趟一趟的跑。好想再跟你玩一次啊！顾伟民宁可饿死，也不说出银行卡的密码，就知道何亮和肖丹丹心狠手辣，拿了钱也不会放过他，所以宁可饿死也不人财两空。这也算是对肖丹丹的反击吧。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，他对顾伟民的折磨，其实没有采取特别激进的方式，比如说每天毒打他一顿，或者割开一个伤口，看他在恐惧中慢慢的死亡。这说明肖丹丹对死者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的。
可能不仅仅是被迫发生性关系这么简单的仇恨和敲诈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顾伟民反击也算是成功了。他俩不仅没有拿到钱，还需要找下一个目标，只是没想到碰到了连环凶手。其实最冤的还是李大柱，为了争点韩公的辛苦钱，成了无辜的受害者。但是还有一点我不能理解，肖丹丹常年混迹于夜场这件事情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她为什么还要去做处女膜的修复手术呢？这个好猜测吧，可以换个好价钱。可是这样也太容易被别人揭穿了。从肖丹丹遇害的现场来看呢，何亮和凶犯发生过激烈搏斗，显然何亮急于给肖丹丹报仇，两人一前一后追出了公寓。我们有理由相信何亮到现在还在追那个人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抓住何亮，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那个连环凶手，这样的话一口气可以把两个案子都给破。现在的关键是抓住这个何亮。别忘了，肖丹丹的手机，凶手就是用那个报的。但是报案之后，手机是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。密切监视这个号码，一旦开机，迅速定位。好。睁开眼，幻想到你怀中，讨厌这种小冲动，不想再见，怀念着你的气息和那熟悉的坏脾气。告诉他，怕你还没知道，尝出这寂寞味道。放手说不需要，可待开始我在思念谁，心要放在哪里，强忍着悲伤向你飞奔去。可待开始我在思念谁，是为你在呼喊，忘不了那思念。一瞬间，只有你在我心中。I want you， 你在犹豫什么？不用害怕，我们的爱情故事多难记，无所畏惧。我还在思念谁，可我还是没知道，曾经我们都在彼此梦中。I want you， 没想起你的脸，守住最爱的梦，看哭在你身后。一瞬间，只有你在我心中。After you。